在您身上真的看到神的恩典，这么年轻就信主。说句实话啊，我非常羡慕，羡慕您的经感恩。历啊，非常好，很宝贵。我有一个好奇啊，就是您的经历让您有这样一个深深的感动，就是要为那些在逼迫当中的，尤其在牢狱当中这些的传道人们，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呼吁，就是支持他们。那您现在的时间里边，就是有多少时间是用在您这个机构上边？有多少时间在教会的侍奉上？您怎么来平衡这个两个身份？一个是牧师，一个人权倡导者，怎么来分配您的时间呢？这个事情。对呀，我其实，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是正式在美国被安利牧师。那嗯，么当时，我的案牧委员会啊，有我的博士生的导师啊，也有这个当时华神这个中华福音神学院的代院长周公和这个是的，博士。嗯对，那有人也问这个问题，因为我当时还在这个做学生啊，就是要毕业，那么还没有嗯，固定的一个教会。那么有人就说，哎，你还没固定的教会啊，那个你的牧场是吧？你的禾场，你的牧养对象是什么？那对，中和牧师就说，他就引用了这个当时约翰卫斯理的话，他说，这整个世界都是我的禾场，都是我嗯的牧场。那么，所以我被安利的时候的牧职呢，叫这个 pastor at large，就是无任所，就是牧羊是中国的家庭教会，因为当然在北京也有当时我们创办的家庭教会作为特别的邀请，就申请我这个案例。那么，但是我也不能回到北京了，是吧？所以整个的中国的这个人口啊，也就成为我的这个牧养的对象。那么，当然从现在的施工上，过去20几年成立了对华援助协会 China Aid 这个施工之嗯，后，那么逐渐的基本上就是一个全职都无法做完的这个服饰，主要是共产党也不给一个特别的安息的机会，因为他就是，是吧，就是整年逐年，几乎我们20几年，现在看起来，像我们刚刚又发布了2025年的这个中国这个宗教迫害的报告啊，我们待嗯，会儿会特别讲一讲，就是好像每年都是在不停的恶化，使我感到很受挫折，也是说，哎，那么我们是不是做的就是效率不高哎？就是说，如果我们是想这个我们的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这个宗教自由的和人权的机构，我们的目标是为实现全中国的这个宗教自由。那么前面的路为什么变得就是越来越崎岖，是吧？中国的这13亿人口的这个宗教自由的环境反而变得越来越恶化，所以导致我们就越来越忙。然后我当然是在这个牧养的教会，是我们在这个西德州一个叫米德兰的一个城市。那我们的教会也有接近3000人，是一个很大，国际性的教会啊。那嗯么国际性教会，所以呢，我也只是其中一个牧师。那么我们教会的这个牧师团队呢，也是跟我非常同心。那么他们就也不给我安排过多的，就是在教会里边的特别的去，好像在当地教会的这个牧养，就是特别给我自由去世界各地去，无论是传福音传道啊，还是讲述这个受迫害的弟兄姐妹在中国的教会的这个见证啊，为他们鼓与呼啊。所以给我很大的自由，所以就是在这个 China A 的这个施工上，基本上确实已经占领了这个所有的时间。所以有时候，那么我们教会呢还会就是邀约啊，我去做这个宣教啊、讲员啊等等吧。嗯所以是这个安排，我也很感恩这样一个特别的我们的教会叫双城，叫 Mid Cities，就是在两个城市之间一个国际教会。我们有哦，对。是，感谢主。我相信都是神的预备吧，给您预备这样一个教会。虽然您在做这个宗教自由的人权的方面的施工，但是呢，您也有一个属灵的家，您也有你的母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们也会为您祷告嘛，对吧？所以我们是，不管我们做什么，都是有弟兄姊妹的帮助和支持。